嗨，大家好，欢迎收看从小学工程长大赚大钱的频道超认真少年，我是你的好朋友阿仔师。这一集我们要讲做工程。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现在明明才4月、5月，但是已经开始让你热到腋下湿湿的，连一个衣服都穿不下去。你家的房间里面非常的闷热，而且尤其是在工厂里面工作，在铁皮屋下面工作的男人们，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热，越来越闷？根据中研院的气象研究，以前的夏天从90天，现在一路变到120天、140天，越来越热。而且特别有感觉的是，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夏天有这么热吗？没有。所以根据统计呢，我们现在要对抗夏天的时间，基本上已经超过了1整年的一半以上。尤其在台湾，到处充满着铁皮屋的工厂、铁皮屋的透天围楼加盖、铁皮屋的小吃、铁皮屋的越南店、铁皮屋的车顶棚。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跟大家讲说，如何用简单的建筑工法就可以让你家变得有点凉。好比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大理。斜对面是我小时候念的高中，在大理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看到很多中小型的工厂，或者是许多加工的一些小型工件。我们常常在跟大家讲说，从小学工程为什么可以赚大钱？其实有一个部分，那就是赚力。就是你如果可以用一个思维，用一种想法，并且理解科学的效应，就能够帮助你把你的整栋建筑跟你家里的整栋工厂，它都能够变得非常透气，而且非常的凉爽，还有改变采光。就好比说，我现在在一个工厂里面，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工厂，但是你会不会觉得特别亮呢？摄影师请左右喷一下，我们打光。就通常我们拍摄会补光嘛，尤其是我们以前在拍一些传统的工厂，或者是拍一些什么工厂的一些机械的时候，我们都会打光。现在这个不用打光，而且特别凉。这个时候你再往后看一下，照一下这个铁工厂的历史，看起来应该就比我年纪还要大，甚至可能比我爸年纪都还要大。那为什么它看起来亮亮的又凉凉的呢？你知道有一个蛮大的一个原理跟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工程原理，它开了天窗。工厂开天窗听起来不吉利啊。其实呢，一个住宅、一个建筑，甚至它是一个铁工厂，你都不需要做很大的改变。你只要理解这个工程的原理，还有理解它的热学原理，那你只要去开个天窗，整个环境呢，它都会变成非常的凉爽。为什么会做这一集？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为什么在铁皮工厂或传统产业里面就很少人愿意做？因为环境很不好嘛，因为又暗啊，然后又热啊，这也是正常的。一个铁皮屋，你只要在太阳下面照射，它的温度就会到70度，就是你把鸡蛋打上去会煮熟，你把手放在上面2秒钟会起水泡，这就是你的工厂屋顶的热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业界出现了很多的建材啊，就是什么隔热建材啊，然后或者是防火建材啊，或者是能够阻断热的什么旁边放保丽龙，以前放石棉啊，许多隔热的东西。这个东西有没有用呢？有用啊。但是它其实大家很没有去理解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烟囱效应。而我今天要跟你讲的这个工程改装呢，它其实不只是铁工厂或者是一般的工厂可以用，它连你一般家里面的用的透天厝你都可以改装，而且尤其是透天厝，它会特别的明显。为什么呢？以前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要坐南朝北或坐北朝南。其实，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朝东西向。所以呢，如果今天你买的房子是在东西向的时候呢，尤其是西晒的人，太阳下山之后，你整个房子还会像火炉一样，就是热烘烘的。当然，房子的方位会跟你的房子的温度是有所关联的。因为呢，台湾的气候，不管是它吹风的方向，就会使得南北向的房子呢，冬暖夏凉，会比较容易凉爽一点。但今天呢，就算你是坐南朝北的向，如果你的西边没有东西帮你挡住太阳的话，你的房子里面也会热得轰隆隆。一般台湾的传统建筑呢，因为水泥跟屋顶，它白天所吸收的热，它都需要花了好几个小时，它都需要用自然散热的方式呢，才能够跟室温达到平衡。而根据数据的显示呢，透天厝顶楼晚上的温度呢，它都会比下面的楼层还要高出10度以上。所以今天家里住透天的，你爬到你比较高的楼层的时候，你都会觉得特别的闷热，因为热气是往上升的。但是呢，这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有些人住在大楼的时候，都会说住在楼高比较凉，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不会受地面温度的影响，然后另外就是上面的通风比较好，所以通风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为什么你的房子会一直聚热，它散不掉呢？在开始进入实验之前呢，首先我们要让大家了解什么叫烟囱效应。小时候你应该都听过烟囱，就是圣诞老公公从烟囱进去，或者呢是今天你在露营的时候，你在烧焚火的时候，那为了让烟呢不会变成你的整个帐篷都是，有些人呢就会接一根烟囱出去，那就是烟囱。如果我们要今天拿掉一些很复杂的算式或者是一些流体学的时候，你可以这么想：冷空气跟热空气这2种是不一样密度的东西。热空气呢，它的分子运动比较剧烈。当它变成热空气被温度被加温的时候呢，它的密度会变小，也就会变轻。所以这个时候冷空气它温度下降的时候呢，它的密度就会变大，密度变大它就比较重，然后所以就往下降。所以烟囱效应呢，就很像是当加热的东西呢，冷跟热在空气交换的时候呢，热气会往上冲。如果它今天这个地方是一个密闭空间，它不通风的时候，你的热就会全部闷在这里，集合起来的时候，
你的家里面的热气就会变得像这样子，越来越热。洗桑拿是不是就像这样子？家里又湿又热，开冷气又伤钱又伤心，而且重点是烟机关了还吹不出去。但是如果今天呢，我们利用这个热，让这个热呢帮助我们里面室内的空气对流，所以就是买冷气。买冷气当然还是蛮不错的啦，但是要省钱嘛。现在台湾缺电，那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想要买冷气，又不想要买电风扇，不想要花电的时候，可以怎么办呢？在你家上面开个洞，当你室内的空气加上了热对流之后，会变怎样呢？家里放把砂轮机，把你的天花板开个洞，家里总算不热了。有没有感到这个热气全部都吹走了呢？这就是烟囱效应。而那为什么烟囱效应会这么样的重要呢？你家的房子会热，其实有3种来源。第一种叫传导的热，好比说太阳晒铁皮屋啊、晒屋顶啊。当你的表面的温度它高到70度的时候，这个热从金属一路传到室内里面，把它变得像烤箱跟壁炉一样，在里面加热，你就是里面的食物。第二种呢叫做辐射热，就是水泥跟砖头白天呢太阳把它的热吸进去了，把它加温了。当这个被加热的水泥跟砖头就像是一个暖暖包，等到傍晚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它在慢慢的把热呢释放回到屋内，外面已经凉了，但是你家里面还是很热。第3种热呢，其实就是对流的不良，因为热空气比冷空气还要轻嘛，所以它一直想要往上跑，所以这个时候你家的屋顶如果没有出口，它就会卡在天花板的下面，这个热呢就越积越热，越积越热，你家的房子呢就像蒸笼一样，慢慢把你蒸熟。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早期看到许多东方的住宅，它会有尖体，或者是现代的日式住宅，它会斜边的？你如果没办法让它的空气对流的话，你的热空气都无法把它传导出去。当然，这个问题困扰人类世界非常久了。那在以前有什么样的解法呢？第一种呢，排风球。排风球它的原理其实没有问题，就是靠风力的转动，然后把热气排出去。但问题是呢，它只能排气，它不能采光。轴承坏了之后呢，半夜吵死人，而且接缝处你只要时间一久就会渗水，相信很多人都有经验。装了几年之后呢，你就会因为漏水而付出代价。第二种呢，比较高级一点，就电动的排气扇。效果呢，当然比排风球还要好，但不只要插电要拉线，所以很多人不想装。马达会坏，坏了之后呢，你就要上屋顶去维修。夏天大太阳，你爬上去，你还是一样被晒干。而且当马达一直在转，你的电表它也一直在跑，你的电费也一直在跑。第3种，相信很多工厂都有人在用，就是 PC 采光罩，但是它虽然透光，但是不通风。而且呢 ，PC 板它老化非常快，几年之后你就会变黄，视线呢就会越来越不好，透光率呢它也会掉一半。更重要的是，阳光进来的时候，它热也会一起进来，而且反而会让你的室内更闷热一点。所以说这10几年来，工厂的环境呢，跟许多透天的环境就是这样。台湾的铁皮屋，或者是透天的铁皮屋加盖，还有许多铁皮屋的工厂，想要改变又无法改变的人，在这个3种不完美的选项当中轮流替换，然后呢，每一年你的夏天就继续流汗，继续漏水，继续付电费。所以说，在这个越来越热的台湾跟越来越热的亚洲，大家都会想说，如果有没有可能在我们家里面能够开一个烟囱，能够保有原本的建筑物下，同时可以采光，同时又不会漏水。台风来的时候不会坏，又能够保持通风，而且基本上它是不用维修的，除非就是台风天的时候别人的太阳能板打到它，不然基本上是不用维修。而且重点是同时不用插电，不用耗电，你能够把你全部的屋子里面的温度下降，同时又可以得到免费的光。这个设计就是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几根铝矩形在经过耐候的粉体烤漆，里面剖面图大概就长成这个样子。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哦。这个东西它可是获得非常多的专利跟拿到很多奖的，伦敦设计金奖、纽约产品设计银奖，还有你知不知道那个 Muse 吗 ？MUSE 夜店吗？台中MUSE 是一个美国非常有指标性、非常厉害的一个设计奖，不是入围而已哦，银奖。当然还有全世界各地很多的低碳工法，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从小学工程，长大赚大钱？专利，而且你知道这个专利握在谁手上吗？台湾人手上。光看到这个设计，你都感觉整个人都舒服，都凉爽起来。是因为你后面有冷气吗？没错，你有后面有吹冷气。然后所以一般人都想说，如果我在家里面要做个烟囱怎么样？就是在屋顶上面开个洞嘛，就好比说这是我们家的天花板，我在天花板上面把一个洞开起来。开起来之后呢，就是所有的热气就往上面冲，这是一般平民老百姓所能够想到的东西。这种东西当然没办法当专利。为什么这样不行呢？因为下雨会漏水啊，鸟会飞进来啊，鸟大便会从上面斜风射进来，当然不行。在这个建筑物的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旁边它有一个通风口，而这个通风口呢，它会有一样子这样子咻咻咻咻咻这样子的循环，让你的热空气从里面往下。为什么呢？因为热空气它会从上面往上挤压。我们一般想象说它像是个烟囱一样，所以我们会讲烟囱效应，可是它其实是一种热浮力的原理。你还记不记得阿布达比先生？
很有钱的人。就是以前我们影片有去阿布达比拍的时候，当时我买一套阿布达比的装嘛，全公司里面我最凉。你知道为什么吗？烟囱效应。你就想象说阿布达比像那种沙漠型气候，而且我们真的有去沙漠，下面热气往上的时候，它的热气是带动我里面的空气循环的。就是虽然你还是会热，你不可能完全不热，你会让里面感觉凉爽。整套里面就像是一个大烟囱一样，它下面是一个裙子，它上面的口是从你这边往上开口开出来的，所以你的热气就会在里面一直循环。所以你说为什么在阿拉伯就是到现在很多人还是喜欢穿那个衣服？当然除了传统文化跟他们的正装之外，其实我觉得它的是目前我在阿拉伯穿过最凉爽的装扮。所以烟囱效应就除了你的身体之外，你的建筑物如果它能够保持对流，那就太好了。但是呢，建筑物保持对流，你怕的其实就是下雨。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江子的结构，我就问雨要怎么进来。这种想要通风又不想要漏水的方法呢，其实很多人想破头，倒是还是没有想到。而它的解法呢，就像是影片中看到一样，就是天窗内部的结构。这种呢叫做交错百叶。简单来说呢，就是在通风管的里面设计了一层又一层交叉排列的导板。因为空气是气体，气体呢它是可以绕弯走的。所以热气呢，它还是能够从缝隙里面穿出去。但是呢，雨水是液体，它不能转弯，而且呢，必须符合地心引力的原理。所以打进来的雨珠呢，它碰到导板就会被挡住。顺着导板呢又往下流走，将交错百叶的结构设计呢，它就可以让它在台风天的时候不会漏水。而这个呢，就是它拿下美国专利的核心设计。看得不要抄，会被告的。然后它为什么可以采光呢？因为它的天窗顶部呢，就是使用采光玻璃，让自然的光进来，而热呢，让它大部分保留在外面。所以呢，它同时能够达到4件事：它可以采光，它可以通风散热，它可以防漏水，防止结露。而光进来之后呢，它的热会产生了非常特别的变化，也就是因为让热去加热在这个装置上。它上面的热呢，会加速它的烟囱效应，让你的热排得更快。而当然，因为是台湾人发明的，所以台湾人势必会了解台湾人的各种机型的建筑。所以呢，一样的模组原理，它也有不一样的4种形态。好比说像刚刚这个一按即开的，还有这种手推式的，就是关系到呢你的人要不要出去，因为有些工厂你的人需要在外面，有些人他是用货柜屋叠在一起的，你需要出去外面种花、种草啊什么之类的。我常常会看到阿伯爬到铁屋外面，我也不知道干嘛。然后上面还有就是电控式的，好比说你真的今天有这样子的装备，你如果真的发生火灾，用电控的把它打开，同时排烟，让人呢在逃生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而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一开始进到工厂里面，你看为什么那个工厂完全不开灯，它还可以亮晶晶的话，那就是用固定式的，就是你人也没有要上去了。所以呢，你也可以看说今天工厂你想要亮一点，你可以多装几个，它可以像工厂开孔一样，就是开得越多它就越亮。虽然说你会觉得要花钱，但其实你认真算起来。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用这一集去跟大家介绍这个原理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不用花电，不用常常要保养，然后同时呢能够帮助你的采光，能够让你的工作看得更清楚，同时呢可以更通风。你的工厂、你的那些小老板们、你的员工同事们，就大家可以做得更舒适。所以他们为什么这样子的设计，它能够在国外得到很多的奖，是因为其实在欧美国家他们都非常的重视通风这件事。在欧洲国家呢，因为要常常开暖气嘛，所以它需要把温度保存在里面，但它呢也常常需要通风。尤其德国人每天早上一定要把全部房间都通风过一次，才会觉得整个里面的空气干净。德国籍的台湾人跟我讲的，她老公也这样讲，还是有德国人你没这个习惯，你下面跟我讲一下。就是因为他们很在意通风，而且尤其是现在的欧洲，其实越来越热。你知道欧洲这几年出现电风扇哦，这是一个多惊人的发现。以前的欧洲是没有电风扇可言，不需要开冷气。但是你现在，你可能去欧洲旅游，有的时候你都遇到很闷热的房间。你如果看到这个饭店没有冷气，我是建议台湾人都不要去住，因为冻没掉。所以说这类的装置它就会越来越普及。但是我们到现在都只是在看 demo， 不如我就带大家到暗场看一下吧。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铁盒的小箱子，但从下面看起来呢，就长这样子。但是我要跟你讲的是，有没有看到这个梯？是不是不太一样？一样要上去天台，但是你的感触却完全不同。而且它收起来很小一个哦，是不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地方，其实后面是满满的书柜，然后你要移动到2楼，中间呢，你可以把它当成展示架，或者是有一些人家里是隔层楼中楼，你需要它是梯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伸出来，变成梯子。今天想要把它收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收起来，然后这边扣上。所以呢，你看这个采光通风天窗，今天它在装好的时候，这个下面的配套也帮你做好，而且你如果要把它关起来。今天我们也要出去，下雨天，我把它关起来。你看这个采光，是不是？现在你看到的是这样子，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你家传统的东西长什么样子？旧的长这样，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传统小时候你是不是有爬过这类的圆杆？还没固定好。当它真正固定的时候，比较像是这样子，就是会完全成一个90度嘛。像我们这种透天的话，通常上面你会有装水塔，需要上去维修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要上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背着你的工具包，然后抓着这个，这样子把它爬上去。但这个时候呢，还不是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你要先把上面的那个盖子推开。以前传统的时候，有些建设公司会装这一种，就让你很难爬，不然就会留一个 A 字梯给你。像这样，你可以先把工具放在地上，人再爬起来，再上去，上去，上去。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原本这栋建筑应该会有什么样的采光。我把它顶开，通常我们就会用我们的头顶住。然后先把你的身体顶上去，你再把它掀开来，这就是以前传统的开法。所以这个时候原本是这个屋顶应该要有的光线跟采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的手不怕烫？毕竟我是曾经做过铁工的人。不过正常在这种传统的白铁盖，第一个就是你看很难开嘛，其实你看它薄薄的一片，刚刚我要扛起来其实也是要蛮吃力的，要用我的二头肌。然后呢，同时它可能在太阳晒，如果今天你是正中午水塔坏掉的时候，你要修就很痛苦啊。第三就是不通风，然后同时也不采光。接下来更雅给的就是这个梯子，你要么选择不好爬不好上，要么选择 A 字梯算好爬，但是很碍事，会在你家里面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啊，我刚刚是不是没有把工具拿上去？麻烦 A 字梯。干，你会偷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下去，然后再把工具放上去，然后开始做你的维修。这就是传统里面很麻烦的地方。它的金属盖不只会帮你加热之外，它同时又会造成很多维修的困难，而同时还没采光。所以你看是不是有差？从小学工程，长大赚大钱，还可以帮助你的房子变得更通风，让你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好。所以呢，不管你是工厂、厂房、铁皮屋，或者是呢是这种像透天式的住宅啊，或者是呢你现在正在新建大楼，你是室内设计师，像建商，你不想要以后花很多钱再开冷气，然后帮你的房子降温的话，想要用完全这种自然科学的方式去降低你房子的温度，就利用这个烟囱效应。那你就可以考虑使用这样子新的做法了。你就可以上网去找采光通风天窗，不只是年轻的团队，而且还是台湾人的专利哦。那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帮房子降温的方法，或者是夏天即将要来了，你有什么样能够帮助自己既省钱又凉快的方式，或者是你有什么很特殊的新建案还是新材料，你也可以在下面跟大家做交流交流。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更多新的工程做法，或者是新的建筑材料，还是新的制造的一些工业知识的话，你欢迎订阅我们频道，或者是你可以花60块钱加入我们的会员，里面有许多隐藏的影片，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频道做得更好哦。那就是这礼拜的超人少年，我们下一拜再见喽，拜拜。而且你看哦，采光罩，他们不只做天窗哦，采光罩也有做哦。而且看采光罩下面这个梯子有没有，也是他们的哦。收起来哇，水亏嘞，爬上去，采光罩对不对？旁边太阳能，从小学工程，长大到处赚钱，连太阳能板它也要包。所以以后有一些那种透天的啊，或者现在有一些新建案有没有？然后大家想要上面加盖，以前是遮光板，然后当车库啊，现在就可以同时拥有，不会闷热，又可发电，还能卖电。太阳能板有个优势，违建都可以合法，台面下锁。但是不管怎么找，你还是一定要找结构做得好的厂商啊。剩下的我们就让网友们来说好了。有无你看，下骹迄个厂房是不是传统的风球式？你去问伊的流水无？你看迄嘛传统的，去看这石棉刚好。你即摆等下客人家甲伊讲，你这种贵死啊！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在荧幕上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那个不锈钢梯？你猜做一个那个不锈钢梯大概多少钱？2万。看你有懂不懂行情？大概5万到10万啊，所以这个区间呐，就看你的做法。当然还有不一样的地方报价嘛。我猜啊，中部那个大概7、8万，老板说他要8万，我猜他要7万。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比老板便宜一点。很多透天建筑为了你要上面的维修你的水塔或者是你的太阳能板加热器，有一些太阳能热水器还是热泵，然后有一些是上面的东西，你知道后面要留一个空间，然后加个这个梯子放上去，就可以免除掉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传统很难搬上去、很难开、很危险。有没有想法？也是有想法的哦，但是你要花7、8万块哦。你为什么不装个梯子呢？装个采光通风天窗呢？我觉得你们可以叫采光窗就好。就看你们有一个什么简写的一个通风采光天窗。讲天窗这两，他不知道是屋顶，他们会以为是厕所。屋顶通风窗。那没有采光。屋顶通风采光窗。如果你有好想法，请提供给这老板。